係嗰網友，琴日嚇我係講咗呢個，已經講咗 Donald Trump 講嗰個會發動呢個經濟諾曼第戰。咁咧就係我冇詳細解釋嘅。咁今日咧我就係 follow up 呢件事，因為更多資訊出咗嚟，咁我哋咧就知道美國究竟想做乜嘢。美伊戰爭個未來嘅走勢已經明朗化，即係大家唔明搞乜嘢已經搞咗好耐。美國終於選擇咗第三條路，個問題係行唔行得通啊？望下你，明明大家都係咁食，點解你身形仲可以咁 fit？我就連食多嚿肉都有罪惡感。傻啦，邊有天生食唔肥㗎？韓國 Olive Young 熱賣嘅 Routine， 輕鬆2步搞掂。呢包雜菜沙律幫你阻隔碳水，穩定餐後血糖。食咗好多肉同油膩嘢就揀菠蘿醋，主攻甜品同澱粉質就揀蘋果醋。有呢啲嘢就唔怕聚會大餐啦，終於可以放心食，以後聚餐唔准再避啦。即刻買嚟試下啦！望下你，呢個就係我哋大減價，308蚊減到超過半價145蚊呢個係今個月嘅特大優惠暑假瘦身計劃。呢個就係145蚊一盒，呢個就係你買夠3盒，咁當然仲有明士啦，就派完啦明士。今晚講狗咬狗事件，講飼養寵物嘅愛同責任啊。咁仲有剛啱又發生咗一宗狗咬死人嘅事件，我會講下要提防狗對人嘅侵襲嘅。呢個就係我就俾貓侵襲啊！大家睇下，我俾隻貓搲到我呢度呢條。因為佢喺我後邊，唔可以怪隻貓，我伸隻手喺後邊捉佢，佢就搲咗我。呢個就係燒貓貓搲嘅，呢個係經濟諾曼第正式登場，唔再拖延，唔再拖談唔判啦，改打經濟戰。終於，我相信喺美國咁多次安全會議之後，呢個係佢哋終於決定而家目前點做。其中一個好重要嘅就係宣布對伊朗發動前所未有嘅經濟戰。任何國家你要明㗎，國家、銀行、企業、港口或者政府機構，如果繼續向伊朗提供經濟生命線，就面臨重大經濟效果。諾曼第嘅登陸唔係美國嘅正式行動名稱，其實就即係話簡單啲嚟講，發動大規模嘅2級制裁。制裁嗰啲唔配合美國去制裁伊朗嘅人。咁你知啦，Donald Trump 講嘢呢，就只係好簡單講幾句嘅，就係 Truth Social。貝森特話星期一就會宣布細節，究竟點樣打擊法？呢個就係打擊空殼公司同小型中介，打影子郵輪，呢啲一定打㗎啦。敢唔敢打中國嘅大煉油廠同埋貿易商？會唔會打到大型銀行、保險同埋港口？一打到呢個就可能爆發同中國嘅全面貿易戰。制裁去到邊一層將決定今次嘅政治宣示係真正升級，會唔會成為跨國經濟戰？一陣我再解釋呢個。星期一公佈咗，如果你打得輕就冇用，打得重就有好大嘅危險。謎底揭開啦！美國終於轉策略啦！美國一路想同伊朗達成談判，重開霍爾木茲海峽，但係結果點樣搞法都唔能夠逼到伊朗，同伊朗傾極都傾唔成，又停火，又破壞停火，又再談判，於是佢就轉咗策略啦。其實係兩樣嘢嘅，有限嘅軍事護航保住一部分嘅石油，2級制裁切斷伊朗收入。點解呢？佢以前面臨一個兩難嘅選擇，全面擴大戰爭係不可能嘅。呢個不但止陸地登陸係不可能，加大轟炸都係不可能。美國冇咁多武器，嗰啲戰機因為受到伊朗嘅反擊咧，佢仲要褪後添，越打越困難。根本擴大戰爭都冇可能。一係咧，佢就接受呢個伊朗條件變咗伊朗真係控制咗霍爾木茲海峽
咁咪衰過做女嗰陣時點都唔可以交代嘅。於是行第三條路，用有限護航係護住咗個石油，等個石油唔會升價升得好犀利。然後經濟封鎖、二級制裁，等呢個伊朗崩潰，終於係變咗伊朗係要接受美國嘅條件。第三條嘅唔係和平方案，係戰爭成本由轟炸現場轉移去護航同埋經濟封鎖，半護航半制裁，短線用軍艦、情報、防空同阿曼嗰邊唔係開晒，佢唔係成個護航啊，成個護航好難做，因為嗰邊咧就有伊朗嗰邊係伊朗嚟噶嘛，佢而家咧就喺阿曼貼住阿曼海灣嗰邊行，同時出同入，咁咧呢個伊朗咧就難以探測同攻擊啲嘅，估計咧可以行到一半，維持部分油輪進出霍爾木茲海峽，然後咧就係打擊石油買家，二級制裁，等嗰啲人唔敢同你買油，油價唔會再爆，美國通脹唔會爆，啲盟友唔會散，然後制裁令到伊朗痛，而終於係要接受美國嘅條件，承認自己打敗仗。嗱，嗰個計劃咧就咁嘅，阿曼一則南線，佢係咁樣行，由阿曼呢度咁樣貼住阿曼海灣行，咁距離呢度有20幾里嘅嚇。伊朗而且個空優咧喺美國嗰度，呢一個伊朗唔係咁容易全面偵察到呢啲船行嘅。如果你熄咗嗰個應答器之後，咁咧就美國當然係會有飛機喺上面巡邏啦。如果出現可疑嘅人就去炸你啦，呢個就係攻擊你先啦。個計劃就咁嘅，無論出幾多隻船，入幾多隻船，一晚安排15至20隻油輪進出。於是每日有1000萬桶油嚇。其實15隻油輪進出，即係10隻入10隻出啦。10隻咧就有100萬桶啦。咁等於戰前一半嘅水平。咁咧就冇解決到其他嘅物資嘅嚇。呢個就係佢係咁樣供應咗一半嘅石油啊。現實咧就只係呢一個係8月20號有7隻船通過，冇大型原油輪。呢個係呢樣嘢係唔係可以做到呢？咁呢個咧就比起要打通成條霍爾木茲海峽咧係容易咗嘅。呢個就係容易咗嘅。你好近岸咧，你亦都容易防衛咗嘛。因為咧你可以喺近岸嗰度咧就係整一啲武器喺度，包括咗呢一個係高射炮啊、機關槍啊嚟到打無人機噶嘛。亦都可以佈置咗一啲肩托式導彈喺度噶嘛。咁所以咧呢個伊朗嘅雷達偵測到，尤其是夜晚咧就難啲嘅。佢哋認為梗係美國5角大廈認為可行啦。好啦，阿曼就點咧？嗱，呢個我要解釋俾你聽。阿曼咧一向咧就係中立嘅，係斡旋者嚟嘅，唔想得罪伊朗。伊朗就要阿曼應承，佢只係可以俾船出，唔俾船入。美國咧就要阿曼企晒喺呢個美國嗰邊，然後咧又出又入，然後咧就封鎖咗伊朗嗰邊。阿曼咧就梗係驚得罪伊朗，可能咧就被伊朗襲擊啦。所以咧你就早幾日咧 Donald Trump 咧就恐嚇阿曼，你唔係聽晒我講咧，我就連你都炸 Q 埋。呢個就係咁，所以咧呢個就係阿曼方案，係呢一個係壓住阿曼，要阿曼咧應承嘅。咁呢個就係補到一半嘅石油。好啦，咁其他啲石油點啊？第二條線就係呢一個沙地阿拉伯係有一個油管去紅海嘅，呢個係研報講。但係啊，呢個東西向油管理論上每日可以有470萬桶，管道亦已經有原本
流量，呢個港口嘅裝卸能量有限油種同煉油未能夠配合，最大鑊嘅出紅海，仲要經過曼德海峽。我講俾你聽危險喺邊度？俾也門就攻擊呢度。咁如果呢度被攻擊，你唔敢出呢邊咧，點樣去亞洲咧？你就要經蘇伊上去蘇伊士運河，由蘇伊士運河咧經過地中海出直布羅陀，然後咧越過大西洋，係過巴拿馬運河，然後咧就再行太平洋，遠好多喎，貴好多，而且唔夠船喺街。好啦，第二條線就點咧？阿聯酋咧就有一個 pipeline 就落咗嚟呢一個富查伊拉港嘅，係接內陸油田去呢個港口。呢個港口咧係亞曼嚟嘅。於是喺亞曼裝貨，咁咪出咗嚟咯。呢度有幾多咧？呢度每日有180萬桶，你計住條數咯。呢度係有180萬桶。其實呢兩條線咧長期都存在㗎啦，呢個就係。而家你加埋亞曼近岸航線，希望有1000萬桶啊嘛。咁仲有呢個喺過去嗰幾個月咧，北美啊不停增加緊油，呢個地圖係錯嘅，就係去亞洲。每日咧估計有235萬桶，加拿大都增加咗㗎嚇，墨西哥都增加咗。亞洲煉油廠咧已經增加購買美國原油，呢個就係。但係呢個短期內要增加個產能唔係咁容易，嗰啲煉油嘅設施亦都未必配合到北美嘅油嘅，呢個係有個問題嘅，呢個就係嚇。呢度估計就係200萬桶。好啦，仲有一個，呢個因為高油價少咗壓制油量，全球需求1億桶，係略為下跌嘅，估計呢一個減少100至200萬桶。因為個油價貴咗，航空公司減航班，呢個物流減速，工廠減低產量，消費者揸少啲車，揸少幾個 percent， 咁咧就少100至200萬桶。咁整體咧就供應到8-9成，呢個就係市場調節機制嚇，呢個就係嚇。好啦，佢就咁樣計嘅，呢個計劃咧係咁樣就可以勉強令到個油價咧唔會上升嘅。其實條數咧係通嘅，其實咧就好勉強。你要假設呢啲嘢咧全部都順利先得。亞曼南線呢個係最大 question mark 嘅。沙地原油就驚紅海，阿聯酋咧經富察伊拉港，呢個北美高油價呢啲嘢全部5項條件必須成立，個航道係安全嘅。亞曼安唔安全啊？出呢一個沙地出嚟安唔安全啊？管道係咪運到啊？個港口有冇能力啊？嗰啲船東肯唔肯行啊？啲保險肯唔肯擔保啊？市場需求下降，嗱呢個係一個 delicate balance， 佢希望唔使再用儲備。好啦，2級制裁 work 唔 work 呢？而家你係打買家嚇，打買家2級制裁，你要知道你要打邊個？呢個等伊朗失去美元結算、美國市場、美國金融體系呢啲咁樣嘅嘢，真正落刀嘅嘢係煉油廠嚇，呢個貿易商、銀行、保險、影子郵輪未必咁，即係你話要制裁中國，整體制裁中國，凍結中國嘅呢一個係外匯儲備，或者呢個係停咗中國嗰啲大型銀行嘅SWIFT 咧。呢個咧就係非常之危險嘅事，一打到銀行啊，呢個就係海口中國嘅船啊，中國嘅煉油廠啊，咁咧就係會同中國正面衝突。咁呢度牽涉到幾個層次嘅問題嘅，你用幾大嘅力量去打中國咧？呢個就係呢個唔係淨係加關稅，你可以加中國產品100% 關稅，咁就會令到美國嘅通脹再上升。呢個如果你係敢制裁中國，呢個敢進一步制裁中國，譬如話凍結中國資產，凍結呢個中國嘅大銀行嘅資產，同埋唔俾佢用 SWIFT 嘅話咧，唔俾佢用美元嘅話咧，中國一定會反擊嘅喎。
嗱，呢個牽涉到幾個層次嘅問題。第一，你敢用幾大？因為呢，中國買走咗伊朗嘅80%油嘅，呢個係。如果中國唔敢買伊朗嘅油呢，伊朗個經濟梗係大鑊啦。咁咧第二大呢就印度啦，同伊朗做生意。第三呢就土耳其啦。如果你真係個制裁力度好大，就會引起中國嘅反擊。中國反擊調翻轉頭就係唔賣稀土俾你，同埋有啲供應鏈啊嘅關鍵部位呢就 hold 住咗你。咁樣呢，就係中國，你3個層次，你敢唔敢有幾大力量打中國？中國會唔會屈服？聽你話去削減呢個，唔敢同伊朗做生意，唔敢買伊朗嘅油呢個係中國嘅反擊，你能唔能夠捱得住？好啦，中國服唔服先得呢？呢個係呢個中國會唔會驚呢？呢個係中國會點樣反擊呢？呢個就係有乜嘢？你係咪第一就係你係唔係靠大聲嚇中國？中國就咁斷同埋伊朗嘅交易先如果你諗下你而家係賭緊中國會唔會反擊？中國可以反擊啦。次次都係稀土嘅，呢個就係一稀土呢，1個月後。你就有啲嘢停工，你啲軍工呢個呢個出口管制咧，呢個關稅同貿易反制咧，科技供應鏈嘅抵制咧，金融限制咧，對美國企業我話俾你最攞命係乜嘢咧？就係呢個打擊你最大嘅企業咯，即係譬如蘋果喺中國嘅銷售 ，Tesla 喺中國嘅銷售，呢個就係呢個中國部分嘅而家中國獨立嘅煉油廠咧，你制裁佢唔驚嘅，但大型銀行同埋國企咧就唔同啦。制裁能否成功，唔係取決於美國夠唔夠狠，而係如果中國反擊嗰時，美國能唔能夠捱到呢個痛楚？呢個就係仲好啦。最後啦，就算真係中國咁做。而係咧，你係執行到6-7成，面對 Donald Trump 嘅呢個壓力，伊朗可以頂幾耐呢？伊朗而家嘅通脹達到300%，如果中國再唔同佢賣油，外匯再短缺，個通脹會更加犀利。佢個政府會唔會動亂呢？呢個就係咁呢個佢捱唔捱得住呢？中國買家係冇繼續接貨還借走私咧？呢個係非美元付款渠道，終於會唔會影響到佢國內政治嘅控制咧？呢個就係唔會。我相信咧，呢啲咁嘅嘢咧，結果就唔會係截然係得到唔得。佢可能咧，呢啲經濟制裁你要拖一段時間。而家咧，美國對於短期內解決整個伊朗問題咧就冇信心。佢認為只要石油嘅供應能夠穩住，石油嘅價錢冇爆上去，就用一個比較中途嘅方法嚟到壓到伊朗服。咁咧呢個就係佢嘅方法啦。但係呢個咧就係你已經乜嘢制裁手段對伊朗都出晒，你就要2級制裁。2級制裁咧就首先牽涉到中國，就係我頭先講嗰幾個問題。所以咧局勢就已經明朗啦。美國嘅政策係理論上係可行嘅，用軍事護航保住個一半嘅嘅替代。2級制裁勒住伊朗嘅收入，等呢一個伊朗係終於係投降幾個月後呢個，但係中國呢個問題係一個好大嘅 question mark。呢度策略係一個高成本嘅賭局。中國會唔會怕制裁而唔敢買伊朗油？伊朗經濟會唔會終於係崩潰？你啲船過唔過到霍爾木茲海峽？嗰啲油價係點呢？最近嗰個市場俾嘅判斷呢，就個股市冇乜事啊，個油價咧去到94蚊，布蘭特油。我真係好中意食漢堡扒，但出面食親都爭咁啲。
直到我喺屋企雪櫃揾到呢款日本和牛漢堡。日本和牛製成，肉味濃郁，仲好多汁。呢個先啱。好好食㗎嚇！我哋而家特價嚇，58蚊一套3個，哇！呢個係我哋餐廳好嘅生意嚟嘅，呢個係啊，好緊要。北海道韓風呢個鎖住純粹鮮味，嘗一口花魚，感受全城鮮味。快啲嚟俏貓貓超市買翻屋企，品嚐極之滋味。花魚一夜乾嚇，呢個55蚊，由65蚊減到55蚊，好好賣嘅，好好食嘅呢個。